比特币下周要暴涨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认为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低点，大概在56500左右，很有可能会形成我们近期很重要的低点。它的地位很有可能会类似我们之前在38600所看到的低点，或至少呢，会是我们之前在24000多所看到的这种低点相同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可以观察一下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确认这条趋势线了。我们之前在上涨的时候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一条，我认为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趋势线，它帮我们标示着日线级别的多头走势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都知道趋势线至少要有2个点，我们才能确认潜在的趋势线。那至少要有3个点，我们才能确定唯一的一条趋势线。因为其实如果只有2个点的话呢，那图中可以画出无限多条，所以只有2个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唯一的一条趋势线。那唯有我们3个点的时候呢，哇，那所有人画出来的趋势线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条线的共识就会很强。那一旦我们有点呢打在这条趋势线上面，这个点它就不应该被跌破。一旦它被跌破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在日线级别从38600以来的多头走势的终结。所以我认为这个低点啊，它就不会再被破，除非趋势被改变了。那这个点呢，就很适合作为我们的止损位，合约的这种止损位。那当然，现货以这个作为止损的话，确实这个周期就太短了。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一样的概念，一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用在之前的这波上涨当中。那当然呢，我们要破坏一波上涨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产生很快速的下跌，直接跌破这条趋势线。那第二种就是，如果我们的震荡时间够久呢，久到这条趋势线它被跌破了，那其实这也算跌破，即使它下跌的力度不大，但这个趋势也可以宣告是结束了。就跟你像我们之前呢，在下方我们所看到的，你看到我们这边有3个接触点，这条唯一的趋势线可以被确认出来，但我们后面呢，哇，这个进行了200多天的震荡，非常可怕。然后我们的趋势线就会跌破，那这里的跌破，我们也可以说它趋势结束。所以这条趋势线我们就会非常关键啊，就直到这条趋势线被跌破之前，我认为56500的这个低点都会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了，我们说完了日线级别的，我们来说一下周线级别的。周线级别的多头呢，会是这条趋势线。那当然了，现在只有2个接触点，这是潜在没错。不过，如果我们产生这种很大的回调，这种周线的回调的话，我们也是有机会、有可能回到这条趋势线上面的。但你可以观察一下这条趋势线上面的价位，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回到4万的下方是极度的困难的，因为你可以看。如果我们把4万这里做一个标记，那我们要不跌破这条趋势线的前提之下，就碰到4万。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在这个6月之前呢，就要碰到这里。那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4以下的比特币是见不到，就是3开头的，比如38000、39000这种是见不到了。那如果我们把级别再切小一点呢，你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现在也突破了我们之前一直有强调过的趋势线，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波多头，这个比较小级别的这种上涨呢，它已经是确认已经开始了，但是它可以涨到多远啊？能不能破前高，这个就不好说了。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或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我认为这2个活动非常优惠。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它其实走的就很弱，我们可以画出一条很缓的周线级别的趋势线。那我认为只要牛市还在，这条趋势线就很难被跌破。那当然比特币也是的，就最缓的这条是很难被跌破的。那以太坊呢，其实现在有出确实它的支撑大概在2850左右这个地方，那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比较看涨的这种楔形啊。可是以太坊，如果你有观察最近的行情，就清楚，其实以太坊一直都走得很弱的，就自从我们这波上涨以来都走得很弱。
所以其实它往上走了，我相信它可以强势一下下，它可以往上涨一点，但如果要做多的话，在主流币当中，我认为比特币一样会是首选。那其实我们周五的上涨呢，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ETF 的流入。那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个 ETF 的流入它是只有一天的，还是我们即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个会大大决定比特币的走势。因为其实现在比特币的走势真的完全取决于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的状况。所以我们观察流入流出呢，我认为比任何的技术分析，比任何的数据都要更有效。但其实 ETF 流入啊，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你可以看到美股呢，它有可能找到底部了，当然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它有可能随后又开始走弱转跌。不过我们可以标示一下前高，如果美股可以突破前高的话，那我相信流入的状况开始增加了，那比特币它也会走得非常好。那其实美股往上走呢，我们就要看全指股大家如果有观察苹果的话，可以发现它在周五的走势走的真的是很猛，就以这么大市值的全指股来说，它有这么夸张的涨幅是很不可思议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前一天交易日的收盘价呢是在173，那我们周五的收盘价已经来到了186了，涨了8%，非常的夸张。盘中就涨了，盘中就超过8%了。那其实这跟苹果购回库藏股有关那这个我们就等直播的时候再讨论了。好，非常感谢大家。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